哪个年龄的人最聪明？也许参加一天的友谊竞赛会带给我答案。明年是1年1度的头脑争霸赛，10个2人1组的团队将在由智力挑战、知识问答和谜题组成的10项全能竞赛中角逐。我为此准备了1年，需要选择最聪明、最有能力的队友，并列出几个可能的人选。首先是 Gabriella， 她只有8岁，但别低估了她。她能流利地说2种语言，而且还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人。其次是 Emma， 她能背诵圆周率前100位，以设计卫星为生，并擅长烘烤完美的蛋奶酥。或者我可以选择 Taylor 先生，他是邻里中最好的棋手，更不用说他还参加过20多届头脑争霸赛，而且5次夺冠。我不确定选谁，谁才是最聪明的？埃米尔应该在明天的比赛中选谁做队友？为何选这个人呢？当然，这视情况而定。虽然智力通常会和 IQ 测试挂钩，但这些测试通常会忽略一个人各种能力的范围以及深度。因此，我们将把聪明的概念分为创造力、记忆力和学习能力等类别，并探索大脑什么时候最擅长其中的每一项。让我们从头开始，在生命中头几年，你的大脑迅速成长，称为突触发生，每秒形成超过100万个新的神经连接。随着大脑发育，它会经历修整过程，基于你的经历和所处环境，使用的连接将得到加强，未使用的连接将被删除。经常使用的神经通路有髓鞘，包裹在一层绝缘层中，使信息传播更快。这创造了一个更高效、精良的大脑。但这种大脑重塑在不同的时间，发生在脑区内部和之间，在不同的年龄段得到发展。比如说，在孩童时期，大脑参与语言学习的部分发育特别迅速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能够学会并掌握多种语言。然而，前额叶皮层，大脑负责认知控制和意志的一个部分发育缓慢。因此，许多小孩可能不擅长策略性游戏，比如下象棋或跳棋，这需要持续的专注力、计划和抽象思维。同时，孩子们倾向于自由探索性的学习，他们用更富想象力的方法解谜题，而且大部分很少怕犯错。但成年人有他们独特的能力，成年人得益于发达的前额叶皮层，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去执行需要学习、专注和记忆的技能。他们能够更快且高效地解决谜题或完成填字游戏。成年后期，随着大脑的记忆中心海马体的萎缩，这些技能可能会下降。但我们常说越老越智慧是有据可循的。历经一生的学习，年长者有更多知识可以回顾并使用，使他们在知识问答中更具优势。艾米尔应该考虑的其他因素包括他自己的优势。作为青少年，大脑前额叶皮质区域比儿时更加发达，这也使得你能更具逻辑，更擅长解决数学谜题。同时，在大脑深处，对激励和奖励起重要作用的区域迅速发育，促使像艾米尔这样的青少年成为好奇、富有冒险精神的学习者。在很多方面，你可以认为青少年是一个多面手，他们的大脑敢于寻求新的体验并迅速学习。你正处于一个动态的阶段，你所做的选择和你所关注的技能，实际上可以指导你大脑的发展。那么，哪个年龄段的人最聪明呢？没有唯一的答案，可以是8岁、16岁、25岁、65岁以及中间的任意年龄。我们大脑在人生不同阶段关注发展不同的技能，以应对生活中相应的挑战和需求。所以，不管埃米尔选择谁，拥有一个跨年龄段的团队才是好策略。通过这些视频继续学习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，千万不要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。